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艾玛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学习地道的中文表达，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。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。2月4号那天就立春了。立春在中国的24个节气当中是排在第1位的。所以立春这个节气非常重要。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也就是一整年能否开个好头，能否一切顺利，都是从春天开始的。所以能看得出来，春天真的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。立春之后，春天就算是正式到来了。我那天走在外边的时候，阳光明媚，清风吹着脸庞，就特别舒服。春天的那个气温，它是暖暖的，风吹在脸上，痒痒的，就让人非常欢欣鼓舞。走着路的时候，都想不由自主地跳跃起来的那种欢快感。所以春天是非常重要的节日，而且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非常明显感觉到春天已经在慢慢降临了。在日本呢，立春的时候，好多人都会吃惠方卷。今年的比较吉利的方向是南东，对吧？就是南方偏东的位置。在吃惠方卷的时候呢，据说不能说话，也不能切开，要一口气吃完，就可以带来好运，消除一年当中的烦恼。大家都吃惠方卷了吗？在我家呢，我们吃的是春饼。在中国立春的时候，有一个说法叫做咬春。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有趣，很生动形象。咬就是用牙齿咬住，春就是春天，相当于在春天到来的时候，你能咬住它，也就是能把春气带给自己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挺有趣的。吃春饼就是要自己和面，然后自己炒几个菜，荤素搭配吧。我做了京酱肉丝、炒鸡蛋，还有炒土豆丝，还有炒韭菜豆芽。这4道菜每个拿出来一点点，卷在春饼里，真的特别好吃。春天到来了，是从美食开始的。那好多人可能觉得春天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就算是我春天没有好好的迎接，那也不影响我好好的度过夏天、秋天，甚至冬天呢。这个想法可是大错特错的。给大家举个例子就知道了。当你开始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，或者是养成了不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它相应的恶果不一定会立刻出现，但是已经埋下了种子。春天你能否平安顺利的度过，是完全能影响到你接下来的时间的，影响你接下来的生活品质。那春天这么重要，我们应该怎么度过呢？就简单跟大家从衣食住行还有情志这5个方面聊一下。首先衣，经过漫长的冬天，春天到来之后，
很多爱美人士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换上薄纱裙、单薄的衣服了。毕竟气温开始回升了嘛。这里边其实有很大的风险，因为有一句话说春捂秋冻，意思呢就是春天虽然表面上气温已经回升了，但是春天的这种暖的感觉，还有春天的生机，是从地底下这样慢慢的生发上来的。所以表面上气温已经达到10度了，但实际上从地下开始复苏的暖气还没有完全升上来，所以春天的风即便暖洋洋的，但是还是透着一股凛冽之气在里边的。而春天呢，人的毛孔也开始慢慢打开，这个时候风是非常容易直接就吹到体内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呀。慢慢的，一部分人开始感受到花粉呐，开始流鼻涕、打喷嚏，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。所以春天一定要捂。捂的意思就是穿着厚的衣服，即便天气已经感觉相对暖了，但是还是不要着急脱掉厚衣服，要持续一段时间，等气温已经非常稳定、非常热了，能从内心感觉出来暖暖的，开始微微出汗了，这个时候才可以换上薄一点的春装哦。那秋冻的意思呢，就是秋天气温开始变凉，那好多人就开始迫不及待穿上羽绒服，厚厚的给自己包裹起来了。这个呢，也刚好是错误的，因为秋天虽然气温已经降下来了，但是我们说它整个秋天的气机是收缩的，那么慢慢的才能收缩到地下，也就是气温虽然凉了，但你脚底下这片地，它实际上温度还是在的，并没有收进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让身体适当的动一动，反而可以锻炼它的抵抗力。如果过早的就穿上厚厚的衣服，其实身体得不到锻炼，反而在秋冬气温稍有变化的时候更容易感冒。所以这就是春捂秋冻的道理啦。说完衣服，我们就开始说饮食吧。民以食为天，在中国尤其是这样了。那春天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呢？好多人现在因为大棚种植的技术啊，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包括现在物流这么发达，哪怕是在冬天也可以吃到热带的水果呀、蔬菜呀，所以大家好像一年四季餐桌上吃的都没有什么变化。其实这个是跟健康养生的理念相悖的，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嘛，所以一定要吃跟季节相应的食物，也就是吃当季的蔬菜水果。因为大棚技术虽然能保证这个绿色蔬菜能生长，但事实上它吸收的那个地气是不对的。春天是属肝的，对应的颜色呢是绿色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春天要开始吃一些绿色的蔬菜，像菠菜啦、小松菜啦，总之绿色蔬菜可以放心的吃起来了。其次呢，就是要吃一些生发类的植物。生发就比如说像豆芽，我觉得豆芽的营养价值被严重低估了，因为本身豆里边就含有大量的
矿物质呀、蛋白质呀、维生素啊，含量非常丰富，而且它通过发芽让那个生发的力量已经出来了，所以豆芽和韭菜是特别适合春天这个季节去吃的。这两个炒在一起，加点肉末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是的，另外呢，春天属肝，我们知道要生发，要伸展嘛，所以吃的东西可以吃一些稍微的辣一点的调味料呢，就比如说葱、姜、蒜、花椒，这类发散的、热的，是都可以在春天多吃一点的。春天反而应该减少的东西呢，就是水果。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形成习惯了，水果是一年四季每天都要吃的，但实际上这样对身体是没有太大好处的。春天如果你非吃不可的话，春天水果的摄入量一定要减少一些，因为水果总体来说是偏寒性、偏凉的，而且它整体的属性来说是偏收缩的。跟春天这种生机盎然、要伸展、要生发的这个属性是刚好相反的，所以春天吃太多水果反而是不太健康的。对，还有一条就是不要贪凉哦。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喝冰啤酒，吃海鲜，然后喝冰咖啡，已经非常习惯了。你习惯了的东西，并不代表对你身体没有坏处。就像很多人喜欢抽烟，喜欢喝酒，他们会觉得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之类的哦。但事实上，这些你所有短暂的这种快感，全部都是以损耗身体健康为代价的。很多人就会说，天哪，不能抽烟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那个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？事实上，就是一个人很健康的时候，他内心是很丰足的，可以从日常的这种饮食，还有比较平静的生活当中，他是内心就会自然升起一种富足感。当你需要过分的依赖酒精或者是烟，或者是其他比较刺激的活动才能产生比较愉悦的心情的时候，本身就是身体处在一种相对病态的状态。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其实是应该找一个好的医生去调理一下身心。如果你一直由着心情就这样在这个错误的方向走下去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身体会丧失知觉，相当于你的身体在被一股连你自己都无法抗衡的能量控制着。那这样下去，那人生一定就是失控的。第三个呢，说说住吧，在这里我把它简化为睡觉。春天的时候要夜卧早起，广步于庭。那夜卧指的是到晚上你开始觉得有困意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要用咖啡来续命了，更不要刷刺激的视频来继续消耗了。觉得累了就立刻上床休息。而早起呢，也是要等到太阳升起的时候再去外边运动，因为太阳起来之后，植物也能更好的光合作用，释放氧气，所以气温也回升了。这个时候去到公园里锻炼，对身体的益处是最大的。第四个，我们就来说说行。行呢，在这里指的就是走路的意思。那怎么个走法呢？很多人喜欢去跑步，或是做一些比较激烈的力量训练。
那大部分人呢，还是适合在春天缓行，也就是慢慢的走路。这样慢慢的走路，它可以让身体循环逐步增强起来，不会给心肺造成很大的负担。所以春天因为人体内的阳气刚刚开始萌动嘛，所以这个时候要轻微的舒缓的运动，因为现代人都消耗过大嘛，整日伏案工作、看电脑啊之类的，所以相对来说都是气血处于亏虚的状态。所以这种情况下呢，大部分人都是适合缓慢运动的，也就是现代提倡的有氧运动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情志的问题。在春天的时候，因为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非常有生命力的，那我们也要顺应这个时机，去呵护生命，珍爱生命。这个当然不仅仅是珍爱我们自己的生命了，也包含着你身边的花草树木、虫鱼鸟兽。因为春天整体节气就是充满生气，所以要顺应这个节气，对你和对别人都是有好处的。如果你在春天生气，或者是让别人生气，这样对你和对他人的损伤都会非常严重。简单的打个比方吧，比如说春天属木嘛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木头在春天能好好的生长，木头长好了，到夏天才可以用来生火。换句话说，在春天你要平和，要仁爱，要分享，要鼓励，就是对一切都充满慈悲。那这样你自己的这个肝木之气也可以生发，生发出来的能量到夏天就可以烧得很旺，让你身体处于一个温暖健康的状态。那对别人也是一样的。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，那好，我对自己好一点，我对别人坏一点，总可以吧？不行的。因为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，或者是说你对别人有惩罚、批评、比较苛刻的时候，那你伤了对方的木气，那这个能量也会反噬到自己身上，对方对你的这种怨恨也是会影响到你自己这个肝木生发之气的。所以春天就一定是一个和谐、仁爱、分享、友善的季节。所以有些事情就一定要想着，不要计较那么多。为了别人，也更是为了自己，把春天过好了，把这个生机保住了，夏天才可以非常平稳、幸福、开心的度过。否则，春天肝气受损的话，夏天人就会特别容易悲伤，而且会觉得一直会特别发冷。这个东西不是玄学，在中医当中，尤其是有一部经典叫做《黄帝内经》里边提到过，就是四季大家应该如何度过。所以在衣食住行情志这5个方面，大家都能注意到的话，那我相信你今年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开心的春天，有一个特别好的开始。那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开了个好头，那么你一整年一定是一个丰收美满幸福的一年的。所以春天真的很重要，所以你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对了，春天还是一个可以开始好好做计划的季节。把你今年一整年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好好的从头规划一下。不用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就从小事情开始吧。去挑战一些自己以前一直有点害怕的东西，去了解一些自己以前从来不关心的主题，或者是
勇敢地走出家门，多去公园里散散步，见到邻居能主动打招呼，能主动帮同事分担一点点任务，或者是今年开始要争取多自己在家里做几顿饭，或者是今年打算尽量少熬夜，好好睡觉。当你踏出第一步，后边你就会收获更多的惊喜。所以春天希望大家都能开开心心，好好生发我们的肝气哦。好的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